我在亚洲人口最少的国家文莱。Walau hutan cempelang kuas, masa bintang bawah idris. Setali pandang rasta bos, mereka tinggal sinking damai。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下一站布乃。提起文莱，大家能联想到的应该就只有吴尊。OK，so，文莱的原油和天然气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0%，人均 GDP 31000美元，妥妥的能源型富裕国家，高福利，公民是不需要缴税的。但别高兴得太早啊！同时也是执行穆斯林法律非常严厉的国家，比如星期五不去做礼拜是犯法的，偷盗的最高刑罚是砍手。当然，喝酒这些就不要想了，趁着出发前你们先来一口，我也来一口。到了文莱就不能喝了啊！文莱为亚洲第一大岛婆罗洲岛西北部，隔壁住着马来和印尼，国土被马来分隔成两部分，古称伯尼。14世纪中叶开始伊斯兰化，与中国来往密切。在永乐6年，苏丹王带领使团来访中国，可惜因病去世，埋在了现在南京城南的石子岗。之后，文莱经历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日本的入侵。在1929年，英国马来石油公司在现今文莱的塞利亚发现了石油，当时还属于英国保护国的小渔村，经济开始蓬勃发展，直至1984年正式独立。现今国土面积5765平方公里，人口约45万，其中马来人占73%，华人占10%，其他种族占17%。马来语为国语，通用英语，信仰穆斯林。虽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苏丹王既是国家元首，又是宗教领袖，还是国防部长、财政、经济以及外交部长，还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主打一个铜鑼灣揸 fit 人，呢度我大晒。顺利入境文莱了啊！这边我办理的是落地签，是可以待14天。我建议大家是提前换好钱会好一点，因为在柜台这边的汇率非常差，1美元只能换1.2。我在网上面查这个是1美元可以换1.33的。这边当地的钱跟新加坡的钱是1:1的。这边办理落地签的话，它需要你的回程机票，还有酒店订单，但我是没有回程机票的啊。我就跟他说，到时候我就坐车离开文莱，然后他也是说没问题。今天飞机延迟啊，出来已经是凌晨了，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中文的提示，然后这里呢就是可以办电话卡的地方。哇，8当地的钱只能买2个 GB 的流量。公交车的时间是早上6点到下午8点。现在尴尬了，凌晨，现在这边的公交车没有了。然后问了一下出租车到市中心的价格呢是25当地的钱，哇，太贵了。然后我想用他们打车软件，结果也用不了，都是闪退。感觉哪里的出租车都是一样的坑了，就才10公里不到，要25，现在又要加到30，而且他们好像是垄断的。我现在就走出去，在外面再找车吧。有时候呢，也不是那一点点钱的问题啊，是它太拽了，有磁不孔的，而且就才10公里，然后要价那么贵，而且还要加价，就那个很拽。本来我想着都给钱了，那个语气太拽了，所以算了，我就出来自己走吧。大家千万不要学我这么恶逼啊！大半夜的一个人在路上走。不过文莱还算是挺安全的国家了，我才敢这么做。换个国家我还是不会那么做的。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结果头也不回就走了。不过这也是旅行的魅力啊，充满了不确定。凌晨1点的文莱，道路建设的不错啊！又来一辆车了，试一下看能不能，希望会停车吧。Hello, where are you going? I'm going to my home. 哦，终于到了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pick me up, yeah.
Welcome. You're welcome. Welcome to Brunei. Thank you, thank you. Have a good night. Have a nice day. 终于到住的地方了，这边是住处办理入住的，输入密码就开门了。太折腾了，凌晨1点多才到。不过住的环境还不错啊，一个挺漂亮的客厅。我住的是这个房间，房间有点小啊，不过位置很好，在市中心，价格是150人民币。文莱用的是英国的插头啊，就是这种插头。在这里呢，有一个很大的公共厨房，然后那边是有洗衣机，还有卫生间，都挺大的啊，有3个这样的卫生间。那个小伙呢是做服务员的，刚好下班看到我了，本来就是说收我5当地的钱，就载我到这里。然后结果呢，我在开门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门弄坏了，后面协商就给了他20当地的钱，也就是说折腾来折腾去，花一样的钱来到这里，太费劲了。我们明天见吧。大家早上好，虽然现在已经是中午了，昨天实在是太累了，睡到现在才起来。我现在所在位置呢，就是文莱的首都斯里巴加湾市，面积是100平方公里，人口只有14万，非常的少啊。这条河呢是文莱河，是通往南海的出海口。斯里加湾的面积很少，加上人也很少，所以说车看起来也不是那么的多。而且呢，所有的景点就集中在了市区了。这里就他们最大的一个购物商场，然后前面就是苏丹的清真寺，再往那边呢就是苏丹的纪念馆。这里呢就应该是他们的观河长廊吧。文莱呢就是位于婆罗洲岛，是亚洲的第1大岛，世界的第3大岛。同时这个岛上面还分布了另外2个国家，印尼和马尔来。那么我们是有必要来了解一下婆罗洲岛。婆罗洲也被称为加里曼丹岛，面积74万3330平方公里，是仅次于格陵兰及新几内亚的世界第3、亚洲第1大岛，同时也是世界上管辖国家最多的岛屿，分别由印尼、马来西亚及文莱3国管辖。在远古时期曾是大陆的一部分。由于2万年前海平面上涨，让婆罗洲成为现今的一个巨大岛屿，主要地貌为热带雨林，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雨林之一。岛上有着多种多样的动植物，东苏门答腊犀牛、犀鸟、长鼻猴、果蝠、大象、云豹、金猫等等。虽然生机盎然，物种丰富，但婆罗洲却是一个贫瘠的岛屿。岛上没有高原和火山带来的营养物质，加上经过亿万年雨水的冲刷，土地已经变成了酸性粘土，还有人类过度的砍伐。由于整个市区都不是很大，它一个沿海街也不是很长的，它的临街商铺这边因为70%多都是马来人，而且信奉是伊斯兰教的，所以他们就很喜欢黄金的首饰啊。这边是街边的一些商铺，一条长衬衫是10文莱，这些包包也很便宜啊，都是10文莱左右。在街边买了一个电话卡，13当地的钱有6个 GB， 可以用30天。这一家做的都是一些本地人的食物啊，都是一些炸鸡之类的。老板娘这边的生意怎么样？这边呢，这边不是要赚大钱赚不到啊，赚点小钱维持家用就好了。好吧。要做大生意在这边是比较难的啊，像她老公他家就做大生意。大生意啊，是吧？哎，像这个店铺要是在国内是很贵的，你这边是租来是买的？租啊。租的。这边也1500。哦，1500吗？1500港币。哦，那也还可以啊，因为这个地段就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段了吧？这边其实讲到来是算文莱的首都这一边。对啊，对啊。只要他们有什么活动都会来这边举行。是啊，是啊。但是平时的话不多人，就是礼拜天很多外劳在这边逛街。每一个商店都是必须要挂的。对。哦，来试一下当地的拉西嘎多，这是有点辣椒在里面的，有点甜甜的，就是也感觉不出很辣。哇！来试一下当地的饮料啊，100号100 Plus。
喝起来不是那么甜，其实有点像气泡水，只有一点点甜味的气泡水。对，是文莱的媳妇吗？算是文莱媳妇吧。不算就是了。应该算是吧。你是来自中国哪里人呢？我是中国河南。河南的。那你跟你先生是怎么认识的呢？是经过朋友介绍。介绍认识的。先生也是文莱的本地人。对，他是文莱，应该算是第3代吧。华人。对他，我听他讲，他是，爷爷年轻的时候，过来，然后他算是第3代。那他应该是福建的还是哪里？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不清楚，大概就是沿海那一带。然后好像我听他讲，他的爸爸那一边的好像是。应该是什么汕头、汕尾那一带，然后妈妈那一边就是金门那边。我老公是说闽南语。闽南语的，还不知怎么称呼你，你可以说一下你小名。我叫青青。青青。那我就直接称呼你小名青青了。可以。这样亲切一点。那青青，你是来这里多久了呢？我来这边差不多有快10年了。10年了。对，如果说。就是第一次来到现在为止，差不多10年。我住在这边可能有7、8年的时间。7、8年。那你跟先生结婚多久了呢？我跟我先生结婚的话是最近才4、5年而已。4、5年。然后我认识他是很久之后才结婚的。听说是这边很难住到当地的公民的，成为公民是非常难的。那你结婚要多久才可以成为当地的公民呢？其实要多久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身边有一些好朋友，也是跟我情况一样，从国内过来嫁到这边，然后可能他们结婚，据我所知，可能10年以上，我没有听他们说有拿到身份。都拿不到啊？应该还没有。好，因为永居跟公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嘛，对吧？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好像我现在来说的话，我住在这边，就是我的先生担保我，然后我们拿绿色的身份证，就是担保可能就是2年要做一次居留在这边，就是这样了。那还是多少年之后才可以拿永居呢？多少年我其实真的不太清楚，但是事实是10年之上的还没有拿到，所以我就没有去想。好啊，对，那确实是有点难的。对，那这边的社会福利怎么样？教育，如果你去他当地政府学校的话，应该都是免费的。我听说都是免费的。然后我自己的孩子是在这边有一个文中，就是华人开的办的学校，好像有100多年的历史嘞。哇！然后我女儿是在那边读，然后1个月可能就是文莱钱200多。200多，那也还好。我们是选择去读那个学校。那应该算是比较好的学校了。算是比较好的学校吧，应该是大众的选择。对，那这边的医疗怎么样呢？医疗的话，比如说前几天，应该有1、2个礼拜之前，我的儿子突然间生病，就是被传染到好像有发。叫什么麻疹，然后我们就不得已就去了政府医院，然后我已经预备了，因为我自己是绿色身份证，我知道可能我要去付钱，已经预备了。我们那边住了4天，然后包括有孩子有给打针，然后有给点药，然后住了4天，然后等到要出院的时候，我就预备可能我要还钱之类的，然后他讲不用付钱。全部是政府负担，因为在这之前呢，我去看医生的话，基本上我是带我的孩子去私立的诊所医院去看。就公立的医疗条件也很好吗？医疗条件可以啊。也还可以。环境的话都很好。那不错呀。环境很好。那这边住房呢，应该是免费住。我家没有这样的待遇，因为我先生是做生意的，然后他也是属于说，红色的身份证，等于说他的是能够。在这边永久居留，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他们所谓的黄登记。如果是文莱本地的黄登记的人呢，就可以享受国家的各种福利待遇。可是我先生他不是，所以，但是即使他不是，你看也是我们去到医院也是免费，但是住房的话就要自己购买。贵吗房子？贵嘛，像我家现在住的是，一套。公寓应该他们这边是讲公寓，其实是一套4室2厅的房子。如果是换算成我们那边的，就是大概可能180平米左右的房子吧。我们买是20几万文币，22、23万，23万文币左右。相当于是乘以5是吧？大概乘以5。
哦，那还可以啊。所以不到100万，算下来还好吧。我从国内刚来这边的时候，我跟我先生认识之后，我们决定在一起之后，其实有一段时间我很担心，我觉得我先生不是一个努力工作的人，我觉得对他有看法。后面我过了很久之后，我才明白，我先生其实是蛮努力的。这边的生活状态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很放松。对，跟国内比的话，国内是相当的。对，国内太卷，节奏很快。对，节奏太快了。对，这边就比较慢。现在已经适应这边的节奏了。对，反而回去国内的话，有一点不太适应。对，其实这边的本地人的生活是觉得，你看孩子读书的话，如果费用全免。然后医疗又是全免的话，基本上父母没有什么很大的压力给你了。然后他们本地的黄登记的话，住房我是听说政府都会有相应的政策啊，有的可能是分房给你，有的可能是你自己要出一部分。然后我就觉得基本上没有什么压力啊。做生意好像很多是不用交税。听说这边的车也很便宜车特别便宜，而且车税好像也没有吧？没有啊。这边的车是很便宜啊，几乎每个家庭，一个家庭里面就是说有工作的人，几乎都会有一辆车。有的家庭甚至一个人会有2辆车。对，如果你在这边是说没有车的话，自己没有车的话，交通的话你是很难。对，没那么方便。没有什么公共交通，也不能讲没有，是有的，但是。不是说我等到几点有一班没有，就是好像很随缘，你去那边等一下看随缘，因为基本上你去看到那个公交车里面也没有几个人。是啊，因为都有车。那我们刚才讲了，就是文莱那么多好的地方，那它有没有坏，就是你觉得不适应的地方，或者是不好的地方？这可以讲吗？不好的地方啊，不好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年轻人喜欢花花世界，耐不住寂寞的不要来，比较安静。然后文莱就是禁烟禁酒，生活治安会比较好，就是不可以公共场合不可以喝酒，也不可以抽烟，然后包括不可以售卖。不可售卖。售卖都不行。我看有个法律就是说，就是当地人，星期五不去做礼拜的话是犯法的，对吧？是的。对的。他们但是对华人是没有影响的，没有要求的。对华人是没有影响。比如说礼拜五中午12点，然后做生意的全部都要关门。要关门。都要歇业，然后12点到2点，全部都要关门。然后就是他们本地人要去做礼拜吧，去那个教堂做礼拜。然后我是有听说，如果他们不去的话要请假。感觉文莱就有点像一个比较富裕的大型的私人企业，就是你要跟老板请假。他们可能是我是有听说过啊，因为就高福利的公司是好像要请假才行。请假了这样子。对。因为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我去那么多个东南亚国家嘛，有很多东南亚国家都有排华的情况了，就这边跟华人的关系怎么样？我觉得这边的本地人很友好，他们不管是对华人来好，还是说外面来这边旅游的人也好，我觉得本地人都很友好。假如说你一个人在路边走，会有人停下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助，因为这边的公共交通不方便，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车，他看到通常有一个人好像在街上走，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不是有什么麻烦，他们会问你需不需要帮助。确实因为路上基本上你看不到什么行人。最后有没有有什么想对观众讲的吗？对观众讲啊？对，或者有什么想补充的吗？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来这边玩啊，来这边旅游看一看。其实文莱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对。很安静，很漂亮，治安很好。对了，可以问一下你这边请外工是工资多少吗？像他的话，一个月是他是450文币。人民币。文币。文币。文币一个月450，但是介绍费啊什么一些中介的费用啊，机票可能会高一点。其实我们国内好像，据我所知的话，好像一些3线小城市的话，在国内请一个保姆的话，一个月要3-4千块。对。然后我跟我妹妹聊起这件事的时候，她就觉得我家工人很便宜。
是很便宜，因为在深圳的话，你要1万打上才能请得到。因为我妹妹请了一个来照顾她的孩子，好像1个月要给到4000多块人民币。然后她就羡慕我的便宜，她问我可不可以介绍给她。我讲，因为我们国内现在还没有对外劳没有开放，我讲不能是违法的嘛。是。然后其实她觉得很便宜，其实没有，因为算下来你像中介费啊，她过来的一些签证的费用啊，都让你付的呀。很多东西全部是我们负责的，算下来1个月也不便宜的，其实。然后多久他签证就要过期呢？要重新给他？一个合同期是2年。2年那也够了。其实在这边大部分做助教阿姨的话，就是印尼的、菲律宾的。对。他就是印尼的啊。我身后呢就是文莱的地标王家清真寺，你看它的穹顶都是用黄金镀的，非常的富丽奢华。它是以第28任文莱苏丹奥马尔阿里什么什么什么，我记不住名字太长了，所命名的。在市中心还有一个中国的寺庙叫腾云殿，应该是以前的腾云寺改的啊。它是建于1918年的，当然现在已经修缮过的。这里是把佛教跟道教融合在一起了，供奉的是广泽尊王，这个有点类似于许愿塔，这里都是祈求阖家平安的。在腾云殿的对面就是一个当地市场，但感觉当地人下班还挺早的，现在已经没什么人了。来看他们水果，西红柿1.5一公斤，大蒜是4块钱1公斤，小的洋葱4块钱1公斤。它是一盘1块钱啊，这里应该不止1公斤了，比1公斤还要重的小香蕉。没想到这么小的香蕉，它的味道惊艳到我啊！它不是那种催熟了，是那种自然熟的，出前那个甜味也是那种很自然的甜味啊，跟我们的香蕉很像，但味道比我们香蕉要淡一点，没有那么的甜，就很清爽的口感。这个是5块钱，这个是2块钱。这个是2块钱，$2。No card. And this one how much? $5. Yeah, free. $3. $3. 这里加油站的油价是5毛3一升。前面就是东南亚最长的跨海大桥，文莱的淡布隆大桥是连接着它的另外一块飞地淡布隆。这座桥全长是30公里，是由中国跟韩国承建的。这座桥在没修建之前啊，要是想从另外一个飞地到这边来呢，是要先出关到了马来西亚，然后再进关的，非常麻烦的。有了这座桥之后呢，是2020年建好了，就大大的缩短了两地居民的距离了，从这里过去只要15分钟。淡布隆跨海大桥是由韩国大林产业与中建集团共同承建，于2014年开工，2020年通车，总长30公里，连接起被马来分隔的东西2块区域，两地居民不再需要借道马来进出2次，车程由原来的2个小时缩短至15分钟。跟着青青来逛文莱的夜市，在这边呢，大部分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只有一些地下的购物商场的停车场才需要收费。真的太难得了，在文莱能看到这么多人啊，在市区都没这么多人。哇，在这里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了，像这么一大坨榴莲才8块钱，这不知道是什么果，有点像芒果，价格是3块钱一个。这是剥好的榴莲，一份是5块钱，好大一份啊！红色的是10块钱啊。这边大部分食物还是以油炸为主。Thank you。喝的也都是1块钱，这么一大盆山竹才2块钱。这里实在是太有烟火气了，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又到了开吃环节啊，给大家尝一下这个
有点微甜的，有点像一种糕类，不知道怎么形容，那味道很不错。还是要他们的榴莲，哇，它的榴莲很香很甜的，哇，就是肉有点小，那个核比较大啊，但是味道是很不错的。在这里真的是可以实现榴莲自由，你们也吃一口，来尝一下他们的烧烤，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啊，是刷那个甜辣酱的，应该是牛背吧，我也不清楚什么，但味道很不错。就来一口1块钱的椰子水，再尝一下他们的白色的，哇，这一款白色的不错啊，应该是用那个椰蓉做的啊，哇，好香啊！我身后呢，就是有着东方威尼斯之称的 Kampung Air， 也是东南亚最大的水上聚集地，有接近文莱的1/10的人口，39000人居住在上面的。而他们的居民呢，就是靠着这种水上的的士来往返的。不过近代啊，他们修了一座桥，现在就出行就更方便了啊。马来语 Kampung Air 意为水上村庄，为文莱首都斯里加巴湾的曲艺。村庄沿着文莱河兴建，上面居住着39000多名村民，历史可追溯到1300多年前，曾经是文莱与婆罗洲的贸易中心。欧洲探险家在1521年抵达此地，将这里比喻为东方威尼斯。刚刚问了船夫啊，要是环整个水箱的话，价格呢是20当地的钱。要是坐他们的水上的士的话，就是1块钱，只是单程的。上岸了啊，可以看到他们的房屋都是建在水上的，就建在文莱河上面的。有一些呢是用木桩来做地基，有一些呢是用水泥。这个水上定居点还是建设的挺不错的啊，有这种的走道。可以给人步行的，像这样的走道接近有30公里，可以把整个水乡连接在一起了。这个水上的定居点也是什么都有啊，有餐厅、有学校、有医院。可以看到，这就是房屋的地基，也是有这些自来水管道的，也是通电的。给大家感受一下在上面走的感觉，其实是有一点点危险的。因为感觉这些走道的地板其实是有点松动，有点腐烂的感觉啊。在这个水上人家上面走还是挺有意思的。其实是一个挺大的社区了，有39000人。有没有拉美的风情？给大家听一下当地人放的音乐，也是很欢快。除了有木质走道，也有这种水泥的走道，走在这里就感觉踏实很多了。哇，又是一个大户人家，这个区域应该叫水上别墅啊，可以看到门口都建得很奢华。How long are you living here? I live in here Yeah, 10 years. yeah, 11 years. Oh, 11 years. 11 years. And where you come from? Are you locals? I'm also local. Oh, okay. And Okay. then my husband also live in Kampung Air. Oh, I And see. then my husband is a fisherman. Oh, I see. Fisherman. Yeah. Early 3 o'clock or 4 o'clock, my husband want to go to the sea. Yeah. We take the fish Uh-huh. with the net. Yeah. And then early morning we go to the Tamu Kiange. Oh, I see. We sell my fish. Oh, I see. Is this many mosquito or bug in here? A mosquito? Yeah. Yeah, sometimes have. Sometimes. Because already have the water. Oh, I mean toilet water. You need to push in the No, river. not the water. No. Just only around there. Oh, I see. But the model, new. Oh, the new. Model, yeah. Oh, I see. Yeah. This is my kitchen. Yeah. Here is my kitchen. Oh, wow. Yeah. It's very big. So how many people living here? We have a 5 family. Oh, 5 family. Yeah, because my son already married. Oh, I And see. then we have the apa lah kalau cucu? Grandchild. Grandchild. Oh, I see. Grandchild 6. And then my
my daughter two, and then the brother one. Oh, I see. Yeah. Girl two, boy one. Oh, you're so happiness, so happiness. Yeah, sorry. Is there school here? Yes. Oh, okay. School. We take the boat and then sometimes we walk over there. Oh, I see. Yeah. Wow. Yeah. So, how do you feel living here? So good. It's good. Yeah. Yeah. Enjoy living here. Yes. Because my husband already fisherman. Oh yeah. Yeah, that's Your why. husband? Yes, my husband. Hello, hello. Yeah, this is my daughter. Oh yeah, so nice. How about the social security here? What? How about the social security, like the medical care, like the education, like the Yes. salary? Go over there. Oh, yeah. so- With the boat. Yeah. and- And then sometimes walk again. And do you need to pay or it's free? Just only pay $1 only Oh, for $1? the cut. Oh, okay, okay, Yeah. okay, it's free. Yeah, free. Totally free. Yeah. Oh, so that's why you're so happy. Oh, you have 4 rooms here. Yeah. Oh, wow. So you it's a big family. Yeah, big. Yeah. Also, you the king in your house. This is, in Brunei, all the people in Brunei is called his father. Oh, father. Yeah. Oh, I see. Yeah. Anyway, Yeah, thank that's you, right. thank you. Okay. 在水乡上面还有一个清真寺啊，新旧两边的房子差距还是挺大的啊。这里就是污水处理站啊。How to discharge the sewage? We have a machine here. Oh, here too. Okay. This is called, it's like a pump vacuum and discharge vacuum. Oh, so We collect all the sewage here Uh-huh. from the manhole and discharge it from the black pipe to the main STP. 这就是水上巴士啊，1块钱。这里呢是右舵靠左行驶的。这里是文莱的第一家 Tiger Sugar。这边也比较高端的奶茶，像这杯一杯奶茶的价格是5块5。吴尊在当地还是挺多产业的啊。刚才从那边过来呢，有一大栋都是他的产业，还有健身房什么的。然后这一家面包店也是吴尊的，这边还有个拱茶，这是当地的面包店，听说是当地面包店可能会更好吃一点。一个方块面包是1块4，烘焙面包大概价格就在0.8到0.9左右。这边当地的鸡肉蛋挞啊，小的是0.7，大的是1.2。鸡肉蛋挞，它是咸，然后再有带着点甜味，挺新奇的这口味。还能吃到鸡肉。Yeah. Later, if you want like that, you put like that. Oh, I see. If you want another, you put like that. Oh, I see. And then put like that. Oh, I see. Okay. Okay, thank you. Okay. 我面前这道菜呢，就是文莱的国菜安布雅，也是来文莱必点的一道菜。我面前的这个白色的面糊呢，它是用西米素的粉末制作而成的，其实就是有点像非洲的西马差不多。它的吃法应该也是差不多，用这个树枝捡起来一小份，然后沾着上面的各种酱料一起吃的。其实这个安布雅其实没什么味道的，它完全是靠着这些酱料的味道，有点像主食。这些酱料非常不错，是那种酸酸甜甜加一点点辣的。最后一份是牛肉，还有文莱的鱼。这个是什么汤呢？我先尝一口啊。这个汤好好喝啊！它是加了一点牛奶在里面的，有点奶香味的汤。感觉我的劲用的不对啊，好难把它弄起来啊！还是直接用勺子吧。其实它的口感呢，跟藕粉差不多的，完全是靠酱料带出来的味道。尝一尝他们的鱼，鱼肉也是很鲜嫩的。10分满分的话，可以打到8分。